俄乌战争的血腥与破坏背后，竟藏着惊人的财富故事。俄罗斯被制裁，经济崩溃？错，他通过石油打折，竟逆势赚了更多。印度、土耳其、阿联酋等国如何趁机发大财？而美国军工企业如何从这场冲突中赚得盆满钵满？这些国家的秘密交易背后，竟有令人震惊的真相，你绝对想不到。战争竟成了资本家们的金矿。想知道更多，让我们揭开这些不可告人的战争经济真相。俄乌战争在2022年2月爆发以来，战况惨烈，乌克兰被打得破破烂烂，乌克兰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，基础设施被破坏，大量人员伤亡和流失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4年12月8日说，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，乌军已有43000人阵亡，37万乌军受伤。英国国防部估计，截止2024年5月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伤亡人数可能已超50万人。俗话说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但我们今天说的黄金万两，指的是战争打响后，相关产业从中获利，赚了黄金万两。据日经新闻2025年2月24日报道，2024年俄罗斯的原油出口收入达到了1210亿美元。比冲突前的2021年增长了3%，也就是说，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下，一直以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为收入的俄罗斯，在战争后收入反而增加了。俄罗斯在打仗和被制裁期间，竟然还能比以前多赚了钱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以来，那一年的3月，远在美洲的加拿大是第一个站出来宣布完全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，美国拜登也跟进，随后宣布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、天然气。近在咫尺的欧盟也是对俄罗斯的原油海运实施了禁运，但欧盟还继续购买管道输送的原油和天然气，同时欧盟还限制俄罗斯的原油价格上限为$60一桶。该价格可是大大低于国际原油价格呀。据说目的是为了减少俄罗斯的能源收入。另外，欧盟是允许非欧盟国家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。俄罗斯在如此严厉的石油制裁下，于是决定打折吸引买家，大幅降价回馈忠实粉丝。这个时候，务实的印度果断不加入制裁行列，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大量买入俄罗斯原油，再用引资船队运回印度国内，加工成柴油和航空燃油，在满足了印度国内使用之余，转身大量低价出口到欧盟和加拿大等国家，填补了这些国家因制裁俄罗斯而留下的石油产品需求空洞。欧盟和加拿大拿到了比战前还优惠价格的石油产品，所以并没有完全避免通过第三方市场购买重新包装过的俄罗斯石油。由于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低，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，并通过再加工和转手将其产品供应到欧盟和加拿大市场，使这些国家间接从俄罗斯的石油折扣中获益，并且稳定了国内的能源价格，压制了通胀。根据西班牙赫芬顿邮报于2024年9月的报道，比较印度在俄乌战争前的2018到19财年和俄乌战争爆发后的2023到2024财年，印度主要对欧洲市场的石油出口增长了253.8%，从974.05万吨增加到了2473万吨，价值从约59亿美元增加到了205亿美元。难怪这几年印度经济欣欣向荣，股市屡创新高。一直想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也大幅增加对俄罗斯低价石油的进口，土耳其的炼油厂也大量加工俄罗斯的原油，并将石油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。土耳其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比俄乌战争前增加了约1倍。参加这个转卖赚钱游戏的国家中，有一个国家大家可能会有点意外，它就是阿联酋。阿联酋不是石油生产大国吗？怎么它也要买俄罗斯的大折扣石油呢？虽然阿联酋不直接消费俄罗斯石油，但是通过精炼或再加工后将其出口到其他市场，可以从中赚取贸易差价。有着精明生意头脑的阿联酋不仅是石油的出产国，同时也是石油产品转口贸易中心。
阿联酋的迪拜港等重要港口就是最重要的全球石油贸易枢纽。阿联酋进口俄罗斯的低价石油，并通过自己的贸易网络再将其分销给其他国家，分享这次俄罗斯石油大折扣的红利。另外一个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是中国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，俄乌战争之前的2021年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总量为7965万吨，占中国全年原油进口量的 15.5%。在2024年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总量达到了1亿吨，占据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比例为 19.6%。但由于中俄之间有供应合同等其他因素，中国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价格并不是很优惠，比市场的价格便宜不了多少。俄乌战争爆发，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石油大幅下跌。巴基斯坦、斯里兰卡、埃及、阿尔及利亚等国家通过购买低价的俄罗斯石油，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也收到了额外的利益。在2024年，俄罗斯因为家里要办大事，急用钱，为了吸引买家，抵抗西方的经济制裁，大幅削减贱卖石油，不但令不少国家获益，而且连俄罗斯自己都赚多了。不过，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，美国这一次没有直接或间接购买任何低价的俄罗斯石油。美国没有在这一场俄罗斯石油大促销中赚到便宜。据说美国特朗普政府很不开心，一方面警告最大的贩卖国印度，同时和欧盟和加拿大还在借故闹矛盾。俄乌战争打响，生灵涂炭，最早发财的是军工企业。在2024年10月，美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报说，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美国国会已批准了总计175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支持乌克兰。当时有些美国人在心疼这笔巨额金钱时，时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、少数党领袖爱迪生·米切尔就安慰美国大众，他很诚实地说，不用担心，这些钱不会真的给了乌克兰的，这些钱大部分只会流向美国的军火供应商。美国通过向乌克兰提供老旧库存武器，随后向军工企业下单补充库存。这种循环不仅清理了旧库存，还为军工企业带来了新的收入。是的，制造战斗机的洛德马丁2024年的订单积压创下新高，超过了1650亿美元。而提供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的雷神公司2024年全年总收入约为2955.4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 15.65%。而制造无人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洛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在2024年创下了915亿美元的订单积压记录，显示出未来业务的强劲需求。另外还有提供导弹系统的波音公司等等，都在俄乌战争中拿到了大订单。生产车间灯火通明，忙个不停。由于俄乌战争在欧洲打响的，一直安逸的欧洲赶紧增加了国防预算，大笔采购美国的武器，如 F-35 战斗机和爱国者导弹系统等等，使得这些美国军工企业大大的发展了他们在欧洲的市场。但俄乌战争同时也给了这些美国军工企业带来了烦恼，收了客户钱的时候很开心，但订单太多忙不过来，很苦恼。乌克兰拥有大片肥沃的黑盖土，黑盖土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碳酸钙，呈现深邃的颜色，很适合种植粮食。乌克兰的黑盖土占全世界黑盖土总面积的 40%， 肥沃的土壤使乌克兰曾经是第2大粮食出口国。乌克兰的农业土地超过 70% 掌握在农业大公司或者是农业寡头手上。在战火纷飞的2024年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约为4030万吨，比战前的2021年5120万吨的粮食出口减少了 21.29%。但是由于俄乌战争等因素，严重影响了国际粮食价格。2024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收入是305亿美元，比战前2021年的222亿美元收入增加了 37.4%。 另一边的俄罗斯，在俄乌战争开始后，截止至2025年1月，俄罗斯在战争中损失了50万人以及近3万辆装甲车辆。俄罗斯却经过3年的推销努力，2024年对世界
出口了7200万吨的粮食，比战前增加了25%。另外，俄罗斯的矿物肥料出口量也比战前增长了25%，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肥料出口国。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项制裁，但是化肥西方国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产品，所以俄罗斯的化肥仍然在战火硝烟中热销到欧盟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日本、韩国等发达国家，当然了，也包括世界其他对化肥有需求的国家。2022年的2月24日，俄乌战争爆发后，生灵涂炭，麦当劳开始考虑撤离俄罗斯市场。到3月14日，所有门店正式暂停营业。5月份，麦当劳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，几乎以0元购的价格卖给了俄罗斯石油大亨亚历山大·戈沃埃。根据已有的公开资料显示，麦当劳在退出俄罗斯市场时，在账面上做了多达14亿美元的费用冲减，并确认为重大损失。麦当劳是在1990年进入俄罗斯市场的，当时这一举动象征着冷战结束和俄罗斯对外界世界开放。然而，这次麦当劳撤离的决定标志着俄罗斯本土富豪夺回市场，在西方快餐业上迅速崛起。6月份，亚历山大·戈沃埃将麦当劳在俄罗斯的850家分店换成了新的品牌“美味满分”，但用的是麦当劳的原班人马和继承了麦当劳的门店网络，使用了原来的供应商和原来的设备，保留了麦当劳的美味和服务，一下子就得到了俄罗斯人民的信赖和欢迎，生意蒸蒸日上。美味满分成了俄罗斯民族品牌和骄傲。目前，美味满分已经扩展到了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，而且还在筹备向其他周边与俄罗斯友好的国家进军。俄乌战争2022年2月爆发，5月底，超过600万乌克兰人离开家园，流亡国外。留在乌克兰国内的约有800万人无家可归，流离失所。截止至2024年12月，估计仍有600万至1000万的乌克兰人流亡国外，有国归不得。在俄罗斯，美味满分完成了采购供应链的俄罗斯本土化。马铃薯是俄罗斯人的重要主食之一，也是酿造伏特加酒的主要原材料，更是醋生的主要饲料。马铃薯用量大，在战争发生前仍有部分需要进口。在俄乌战争2年后的2023年，俄罗斯实现了马铃薯的完全自给自足，肉类和鱼类的自给率更是超过了100%。超过了100%，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生产多了，不但可以在本国销售，还可以把多出来的部分销售到国外，赚真金白银。俄乌战争，炮弹和导弹横飞，战争导致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受到严重的破坏，许多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被摧毁，甚至夷为平地。很多供水和能源等基础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破坏。根据最新的评估，乌克兰未来10年的重建和恢复总计成本为5240亿美元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订单。目前，世界各国的大企业都在等待着成为分享重建这个大蛋糕的一份子。战争对资本家来说可能是一个生意机会，但对普通人来说，那可能是毁灭。因为战争对普通人来说是生死存亡，但对某些资本家来说，很可能是利润的增长点。就如二战期间，美国的福特公司在战争初期，他们在德国生产卡车、军用车辆和发动机，这些设备在德国对外侵略时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二战初期，德国军队的卡车和军用车辆中，约1/3是由福特制造的。1941年，美国加入了二战，福特转向为美军生产吉普车、坦克、飞机发动机以 B-24 轰炸机。福特公司不但在二战时两边都赚钱，而且在战后，福特迅速重建在德国的业务，并在战后的德国经济复苏中大赚钱。和福特公司一样，同样在二战前后都赚着两边钱的公司中，还有美国的通用公司。今天，通用公司仍然是美国政府的重要军工合作伙伴。战争不会让所有人都受苦，它只会让普通人受苦，而某些资本家却能从中获利。而且资本家是无国界的，他们不会忠于任何国家，他们只会忠于金钱。战争或许是资本运作的一部分，无论哪一方胜利，真正的赢家永远是资本家。
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一定要多了解资本运作的方式，保持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大脑，用智慧看世界，不要成为资本运作中牺牲的棋子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也只能聊到这里了，一个关于战争背后真相的话题。如果有机会被你看到，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，给我一个赞，订阅我，毕竟这个视频被平台推送的次数会很少。制作不易，真诚不减，我是33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